你以为 AI Agent 正在杀死传统 SaaS， 其实华尔街正在用这个伪命题收割掉一半的科技股投资者。过去3个月 ，Salesforce 跌了22%，HubSpot 跌了28%，几乎所有的传统软件公司都经历了一轮暴跌。市场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 ，Anthropic 的 Agent 出来了，微软的 Copilot 越来越强，以后企业再也不需要买这些又贵又难用的软件了。所有人都在恐慌性抛售，好像明天这些公司就会破产一样。但我要告诉你，这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市场幻觉。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搞清楚为什么 AI 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干掉传统 SaaS， 看懂 AI 价值链里到底谁在赚真正的钱，谁在靠讲故事割韭菜。拆解马斯克想要合并 SpaceX 和特斯拉的真实目的，最后我会给你一份2026年下半年可直接执行的科技股避险指南。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很可能会在这一轮 AI 狂欢的下半场，把前2年赚的钱全部亏回去。你是觉得 AI 会彻底取代 SaaS， 还是认为传统软件公司依然有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会专门做一期拆解。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先点个赞收藏一下。先把情绪放一边，我们先看最底层的逻辑。为什么市场会觉得 AI 能杀死 SaaS？ 因为大家都只看到了功能层面的替代。你看，现在一个 AI Agent 能写邮件，能做报表，能管理客户，甚至能自动跟进销售线索，这些不就是 Salesforce 和 HubSpot 一直在做的事情吗？而且 AI 做得更快、更便宜，还不用培训员工，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对吧？但问题就在这里，企业用软件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功能有多炫。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 你现在要把用了5年的 Salesforce 换掉，换成一个新的 AI Agent， 你需要做什么？首先，你要把过去5年所有的客户数据全部迁移过去，这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中间还不能出任何差错。然后你要让整个销售部门、市场部门、客服部门全部重新学习怎么用这个新工具，这又是2个月。最关键的是，你要承担所有的合规风险。如果客户数据泄露了，如果销售流程出问题了，如果哪个环节不符合行业监管要求，这个责任谁来负？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替换成本的底层物理逻辑。它不是你在屏幕上点一下切换账号那么简单，它是一整个组织的行为习惯、数据沉淀、合规体系和协同流程的总和。这些东西是 AI 再聪明也解决不了的。我见过太多企业为了省一点软件费换系统，最后整个销售部门停摆3个月，损失的钱是软件费的10倍都不止。更不用说那些对数据安全要求极高的行业，比如金融、医疗、政府，他们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核心数据交给一个第三方的 AI Agent。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市场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忽略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他们只看到了 AI 能做什么，却看不到企业不愿意换什么。当然，我不是说幽灵交易不存在，它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在发生了。很多小的没有数据沉淀的垂直工具确实会被 AI 快速取代，比如那些单一功能的项目管理工具、邮件营销工具、表单工具，它们的护城河几乎为零， AI 只要加一个插件就能把它们干掉。但真正的巨头，那些掌握了企业核心私有数据流的公司根本不会死，反而会因为 AI 变得更强。因为他们手里有别人没有的数据，而数据才是训练最好的 AI 的燃料。Salesforce 推出 Agentforce 之后，很多人说它是在蹭热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还有哪个公司能有这么多企业级的销售数据来训练一个专门的 CRM Agent？ 没有，这就是他们的终极护城河。所以结论很简单，幽灵交易不是所有 SaaS 的死刑，而是行业的一次大清洗。谁能掌握私有数据流，谁才是这场绞杀战的终极生还者。那些没有数据，只有功能的公司会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搞清楚了 SaaS 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整个 AI 价值链。很多人都听过那个洋葱模型，说最外面是算力基建，中间是模型层，最里面是应用层。但几乎没有人告诉你，这个洋葱每一层到底能赚多少钱，谁在赚真钱，谁在赚估值的钱。今天我就把这个洋葱定量化，给你算一笔明白账。先看最外面的算力基建层，这一层现在是整个 AI 行业最确定的赚钱环节，没有之一。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现在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订单，
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产能每个月大概是12万片，就算开足马力，也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的1/3。很多人都在说算力泡沫，但你看一下实际的产能数据就知道，现在根本不是泡沫，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每1美元的硬件投入，云服务商能拿到大概3.5美元的营收。这个数字虽然比前2年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整个产业链里最高的 ROI。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风险，现在所有的算力需求几乎都来自于大模型公司和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一旦这些公司的融资环境变差，或者大模型的商业化不及预期，算力需求会瞬间跳水。不过至少在2026年，这个风险还不会变成现实，因为产能的瓶颈还在那里。再往里面走是模型层，这一层现在看起来最热闹 ，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每天都有新的模型发布，但你知道吗？这一层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里最不赚钱的。训练一个大模型要几十亿美元，推理成本更是高的吓人。现在 GPT-4o 的推理成本大概是每1000个 token 0.01美元，也就是说，你和他聊一句话，他就要花掉几分钱。如果有1亿用户每天聊10句话，那一天的推理成本就是几千万美元。而模型公司的收入呢？大部分来自于 API 调用和订阅服务。现在 OpenAI 的 RPU 大概是每个月15美元，而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每个月20美元。说白了，现在模型公司是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他们现在赚的根本不是利润，是估值。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最里面的应用层。所有人都在说 AI 的未来在应用会出现下一个谷歌，下一个 Facebook， 但现实是现在99%的 AI 应用公司都活不过2年。为什么？因为算力成本和用户客单价之间的剪刀差正在越来越大。我们来算一笔账，一个普通的 SaaS 工具 RPU 大概是每个月20美元，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只要有用户就能赚钱。但一个 AI 应用呢？它的 RPU 可能也是20美元，但每个用户每个月的推理成本可能就要15美元，再加上研发、营销、运营成本，根本赚不到钱。很多人说以后算力成本会下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模型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推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且用户对 AI 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你用 GPT-4o， 我就必须用 GPT-5， 不然就没有竞争力。这个军备竞赛根本停不下来。就拿 Salesforce 的 Agentforce 来说，很多人看到它的 AI 相关 ARR 飙升，就觉得 AI 应用的春天来了。但我翻了他们最近的财报 ，AI 相关的 ARR 里，超过60%是来自原有客户的套餐升级，而不是新客户的增量购买。这说明什么？说明客户不是为了 AI 本身付钱，而是为了不失去原来的数据和服务付钱。如果 Salesforce 没有原来的 CRM 数据，它的 Agentforce 一文不值。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整个 AI 价值链里，现在真正在赚真钱的，只有最上游的算力基建公司，中间的模型公司在烧钱换估值，最下游的应用公司大部分都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真相华尔街不会告诉你，那些 AI 创业公司更不会告诉你。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讲完了 AI 产业链，我们来聊一个最近最劲爆的传闻，马斯克想要把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市场都炸了。很多人说这是天作之合，技术协同，强强联合。也有人说这是马斯克疯了，想要把2个完全不同的公司绑在一起。但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协同那么简单，它背后是马斯克精心设计的一个资本游戏，同时也是物理 AI 时代的一个终极布局。先从资本视角来看，很多人都忘了，就在几个月前，特斯拉的股东还在起诉马斯克。他们说马斯克把特斯拉的资源，包括算力、人才、数据，都倾斜给了他自己的私人公司 xAI，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如果败诉，马斯克可能要赔偿数百亿美元，甚至失去对特斯拉的控制权。但如果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了呢？然后再把 xAI 注入到合并后的新公司里，那所有的诉讼理由都不成立了。因为 xAI 变成了上市公司的一部分，马斯克再也没有把上市公司的资源转移给私人公司的问题了，这还只是第一步。你再仔细看一下马斯克旗下的所有公司，特斯拉、SpaceX、星链、xAX 平台，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内循环资本帝国。特斯拉出钱、出算力、出机器人制造能力 ，SpaceX 出火箭技术、出星链网络、出空间数据 ，xAI 出大模型、出 AI 技术 ，X 平台出用户数据、出流量入口。
所有的钱和资源都在这个闭环里转。马斯克不用看任何外部股东的脸色，不用看华尔街的脸色，甚至不用看任何国家政府的脸色。他可以让特斯拉的钱去养 SpaceX， 让 SpaceX 的星链去支持 XAI， 让 XAI 的技术去赋能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让 X 平台去给所有的产品引流。这个闭环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一个无法被打破的商业帝国。很多人说马斯克是在冒险，但在我看来，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一步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用被任何外部力量左右。讲完了资本的游戏，我们再来看技术的视角。为什么 Daniels 说这是物理 AI 的圣杯？因为这两者的结合会创造出一个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护城河。现在所有的 AI， 不管是 OpenAI 还是谷歌，都依赖于传统的光纤和基站，它们只能在有网络的地方工作，而且所有的数据都要传到云端进行处理。这就意味着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云服务商的限制，永远摆脱不了地理的限制，永远摆脱不了监管的限制。但特斯拉和 SpaceX 的结合会彻底改变这一切。星链现在已经有超过6000颗卫星在轨道上覆盖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地方，未来几年这个数字会变成几万颗。到那个时候，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通过星链连接到网络。而特斯拉有全球最大的端侧推理算力，现在每一辆特斯拉汽车都有一个强大的车载芯片，可以在本地进行 AI 推理。未来的 Optimus 机器人也会搭载同样的芯片。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以后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不需要连接任何传统的基站，不需要连接任何云服务商，直接通过星链进行通信和推理，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在端侧处理，不需要传到云端。这才是真正的物理 AI。它不是存在于电脑屏幕里的虚拟 AI， 而是存在于物理世界里的能移动、能感知、能行动的 AI。它摆脱了所有传统基础设施的限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智能网络。这个护城河，谷歌没有，微软没有， OpenAI 更没有，他们永远也建不成这样一个天机加路基的闭环 AI 帝国。当然，这个合并也不是没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马斯克自己。他的精力太分散了，他同时管着5家世界级的公司，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帝国都会瞬间崩塌。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科技行业有史以来最疯狂也最有想象力的一个布局。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想这个问题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2026年下半年，我们应该怎么投资？怎么在这一轮 AI 狂欢的下半场，既不错过机会，又能避开风险？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在2026年的宏观环境下，美国政府天量国债的利息压力和顽固的服务业通胀，注定了美联储无法像华尔街预期的那样大刀阔斧的降息，高利率很可能会在4%以上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联储已经多次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大幅降息，这就意味着那些靠低利率吹起来的估值泡沫会一个接一个的破裂。现在很多 AI 公司的估值都是建立在未来10年的增长预期上的，但如果高利率再持续1年，很多公司的现金流会撑不住，他们融不到钱，烧完了手里的现金就只能破产。所以2026年下半年的核心策略就是从追求成长转向追求确定性，把你的仓位从那些只有故事没有利润的公司转移到那些有真实产能、有真实现金流、有真实护城河的公司。具体来说，我给你3个方向的建议。第一个方向，算力基建，这依然是整个 AI 行业最确定的机会，只要 AI 还在发展，就需要算力。而且现在的产能瓶颈至少还要持续1到2年。你可以关注那些做芯片、做封装、做服务器、做光模块的公司，他们的业绩会非常扎实，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要注意，不要追高。现在很多算力股已经涨了很多了，你要等回调的时候再买入，不要买那些蹭热点的公司，要买那些真正有技术、有产能的龙头。第二个方向，有数据护城河的 SaaS 龙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掌握了企业核心私有数据的公司根本不会被 AI 干掉，反而会因为 AI 变得更强。
他们有稳定的现金流，有很高的客户留存率，有很深的护城河。你可以关注那些在垂直行业里占据垄断地位的 SaaS 公司，比如 CRM 领域的 Salesforce， 办公软件领域的微软，人力资源领域的 Workday。他们的 AI 转型虽然慢，但一旦成功，会释放出巨大的价值。第三个方向，物理 AI， 这是未来10年最大的机会。特斯拉和 SpaceX 的合并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 AI 和物理世界结合起来，比如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这些领域的公司，虽然现在看起来估值很高，但它们的增长潜力是无限的。不过这个方向的风险也很大，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能承受较大的波动。除了这3个进攻方向，你还要做好防守。我建议你把至少30%的仓位放在现金和短期国债上，这样如果市场出现大幅下跌，你有足够的子弹去抄底。剩下的70%仓位里，40%给算力基建，20%给有数据护城河的 SaaS，10%给物理 AI 相关的标的。千万不要碰那些只有 PPT 没有产品的 AI 公司，不要碰那些没有数据沉淀的应用公司，不要碰那些靠烧钱换增长的公司，他们会是这一轮泡沫破裂时第一批倒下的。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所有事情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在 AI 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资产？很多人以为是代码，是模型，是算法，但其实不是。真正的资产是数据，是物理世界的连接，是用户的信任，是那些无法被轻易复制的东西。华尔街喜欢给你讲那些炫酷的故事，喜欢给你画那些美好的大饼，但真正的商业规律永远藏在数据里，藏在供应链里，藏在那些不会轻易改变的底层逻辑里。如果你能看透这一点，你就不会被市场的情绪左右，不会被那些伪命题欺骗，就能在这一轮 AI 革命中真正赚到属于自己的钱。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少踩一个坑，或者少被一个表面说法带跑，订阅一下，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这种看起来简单其实水很深的话题。我会一直站在产业的角度，带你避开华尔街的噪音，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